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将于4月1号至11号率台湾青年前往广东、陕西与北京，进行为期11天的参访交流。继去年3月马英九首次访陆回湖南老家祭祖追思后，时隔1年再访大陆，再度引发岛内外高度关注。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岑31号公布了详细的参访行程。访问团将于4月1号下午抵达首站深圳。马英九此行将去往哪些地方？行程安排具有怎样的深意？岛内外舆论又有哪些期待？来看报道。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岑介绍，访问团将搭乘南方航空 CC3088班机，于4月1号下午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预计在广东停留3天，于4月3号晚抵达陕西，并将于4月7号到访北京。访问地点多为中华文化历史景点、企业及大学。在首站深圳，访问团将参观大疆公司、腾讯公司、比亚迪公司及港珠澳大桥等。深圳卫视注意到，行程中的3家公司均为深圳本土知名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处领先地位。观察认为，首站选择参访这些极具影响力的企业，有助于打开视野，收获各具特色的新发现。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今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大疆无人机正是低空经济赛道的杰出代表。创立于2006年的大疆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无人机飞行器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商和生产商，产品广泛应用于航拍、农业、测绘、安防等领域，客户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台湾，许多爱好无人机飞行拍摄的民众也都热衷于入手大疆无人机。岛内舆论期待马英九及参访团会有机会在大疆标志性建筑天空之城试飞无人机。参访团深圳行又一行程，腾讯公司则是深圳的另一张闪亮名片，也是众多台胞台生工作实习的热门选择。例如，在多届深圳台商协会主办的台湾青年深圳实习活动中，台青们都积极报名去鹅厂实习，希望学习腾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的领先知识。深圳卫视还注意到，前段时间在台湾引发追剧热潮的电视剧《繁花》，正是由腾讯旗下的企鹅影视及其他几方联合出品制作。本月中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提到，两岸同胞同文同种，特别容易共情共鸣。我们一贯支持并积极推动两岸影视剧的交流合作。以比亚迪为代表的电动汽车，则是今年大热出圈的新3样之一，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元素。去年访陆时，马英九就曾在重庆市赛力斯汽车两江智慧工厂车间内试乘新能源汽车，当时他就竖起大拇指点赞。台湾青年也在各种车型前拍照打卡，并感慨大陆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此次来访深圳比亚迪，将有助参访团进一步了解大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进程。近一段时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一直在阻挠，包括像大陆的这个无人机、大陆的电动汽车相关的产业相关的产品去进入到岛内，那么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弹和争议。那么岛内近期有比较强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民众是希望比亚迪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质优价廉的电动车能够卖到台湾去，进一步反证出来这个两岸的经贸和科技合作的这样一个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参访团还将去往港珠澳大桥。2018年，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时，台湾多档新闻节目纷纷热议，点赞大桥创下多项世界之最。还有岛内网友留言：台湾海峡大桥还有多远？结束首站深圳参访后，代表团还将前往广州，瞻仰黄花岗72烈士陵园，参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并与中山大学师生交流。此外，还将参观位于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黄花岗72烈士陵园正是为纪念1911年4月27号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园中存有1912年陵园初建时孙中山先生亲手种植的松树。此前，中国国民党也曾多次在此组织拜谒活动。而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同样是连接两岸共同回忆的重要地点。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今年正值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马英九此时率团参访也具特殊历史意义。
今年同样是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代表团选择参访这所由孙中山先生创建的高校，也颇具深意。深圳市注意到，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同源而生，外界期待参访团此行能扩大两岸青年交往。事实上，广东还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也是台商在陆投资设厂的重镇。据统计，在粤台商台胞就有近30万人。马英九此前就曾为广州市的台协题词，外界也同样期待参访团此行能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九龙出生的马英九，虽然在台湾长大，但完全能听得懂广东话，甚至还能讲上几句。在此前的采访活动中，马英九还会专门跟来自广东或者香港的记者聊几句粤语。就在今年春节，马英九还用广东话和大家拜年。各位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率团参加甲辰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及首次踏上北京，被台媒称为马英九此行的重头戏。按照计划，参访团将于4月3号晚间抵达陕西，并于4号上午参加祭祀活动。轩辕皇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也是中华民族的血亲始祖。每年清明时节，在皇帝陵公祭轩辕皇帝，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传统盛事。观察指，马英九此行跨越海峡，突破空间界限，来到陕西皇帝陵，实地拜谒皇帝，祭祀祖先，终可一偿夙愿。同时，对于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去年这样一个祭拜家族祖先的这样一个形成的基础之上，今年我们看到共同祭拜华夏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的全民族的人文始祖，它并不只是一种文化意义在历史传承上的一个升华。那么对于我们两岸之间中国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一个确认、一个追思一个缅怀以及一种继承。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旷宇还对深圳卫视分析，台湾的独派势力经常被批数典忘祖，就是因为他们在国族认同上出现偏差。此次马英九谒陵祭祖，将有助于从法理法统上、从历史根脉上再度确认重申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马英九先生率领台湾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在他们去系好人生扣子的第一个扣子的这样一个阶段让他们去对于两岸的共同的人文始祖，对于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传承、国族认同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那么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4月7号下午，参访团预计抵达北京。据悉，在京期间，除了前往北京大学参访交流外，也会参观八达岭长城、北京故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及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另外还将参观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冰丝带及鸟巢。4月11号上午，全团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 CA185班机，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返台湾，结束此次参访行程。对于马英九此次访陆，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就表示欢迎，并称愿意提供必要协助。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林玉婵也对此行表示尊重，并称将就安全等事宜给予必要协助。岛内舆论就热议，马英九此行将有利于降温两岸紧张局势，增加善意交流。60%的人是支持马英九这一趟和平之旅，他们都应该很清楚，他们做不到的两岸的对话，马英九替他们做了。所以寻求和平而去的话，我想这是符合大部分人的这些利益，两岸所有那个人民的利益。我认为他这次的封锁是会在两岸人民间获得普遍的支持，跟这个欢迎，这就是最重要的。香港中评社分析了马英九再访大陆的4个意义：一是传递两岸和平讯息；2是寻回两岸认同；3是以马英九个人来说，展现了有意承担两岸和平使者大任的决心；第4则是帮助国民党重新擦亮两岸沟通管道金字招牌。知道马英九先生在蓝营有着非常高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样的政治地位，那么他在大陆这样一个参访取得一个比较大的成功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去激励国民党党内的从精英阶层到他的基层的人士，都可以去以这样一个更有利的一个条件更宽松的这样一个氛围来去投身到两岸交流之中。马英九明天就要到深圳开启再访大陆的行程，那您怎么看待他再访大陆？为什么他第一站选择在深圳呢？陈倩你好，马英九率领台湾青年再度访陆，一呢是寻根，让台湾青年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来培厚中华民族的情结，增强一个中国的理念，希望他们呢能够成为反对台独的新生力量，维护两岸和平与发展。二是为了了解大陆的发展实况，切身感知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让台湾青年呢看到大陆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要被台独势力所蒙蔽了眼睛。所以呢，他再次访陆的行程，这个安排很讲究，从广州的黄花岗72烈士陵园、孙中山故居、黄埔军校旧址到中山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试点。然后呢，到陕西参加黄帝陵祭奠，共同的缅怀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皇帝，这个抵达中华民族的源头。然后呢，到北京参访，包括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交流。所走的线路很宽旷，从华南到西北，再到华北，走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再访大陆必然呢和去年的首次这个访问大陆是一样的，会通过网络直播和电视镜头，让更多的台湾民众知道祖国大陆的发展实况，感知振兴中华的蓬勃精神。你的问题很好，为什么马英九把第一站放在了深圳？我想呢有3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一个边陲落后的县城，在短短40多年时间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科创中心城市，有中国的硅谷之称。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2014年深圳的人均 GDP 为什么呢能超过台湾？他们呢要参访的3个企业，大疆、腾讯、比亚迪，都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公司。而港珠澳大桥则是连着大湾区，显现出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一样是生机勃勃。这座大桥本身呢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的成果。第二呢是深圳呢是台商台企发展集中的城市之一，有富士康、联发软件、联能科技、鹏鼎控股等数千家这个台资企业，每年呢通过深圳口岸这个出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更是数百万人次。三是深圳呢是两岸青年交流的大本营之一，每年再生台企为台湾学子提供实习机会，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提供便利。去年在深圳举行了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活动，邀请岛内2000多名青年、工商界、媒体界人士参加30余项系列交流活动，是去年大陆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两岸交流活动之一。也就是说这深圳不仅是改革开放